台灣大小事，電網不足，你家房價還漲得動嗎？我先說結論，台灣未來會遇到的電力最大危機，不是說那個電力不足哦，是那個國際企業它不給採購我們的東西啊，因為我們的電沒有身份證哦，他們想要的電哦是要乾淨能源就對了。還有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要成為智慧城市了，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討論哦，台灣正面臨比缺電更大的問題哦。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缺電其實不是台灣最大問題，夏季電價爭議背後被忽略的電網危機。今天討論電哦先說好哦，就不要吵架哦，不要在留言區吵到什麼兩個要互告這種的哦。好，那內容是這樣，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哦，夏季的電費就一直往上跑嘛新聞就會喊什麼供電吃緊啊，什麼負載率 99% 什麼的很刺激這樣。那你的直覺就是台灣很缺電我跟你講還好台灣缺的台灣有電廠缺的現在我經過 AI 幫我做功課以後應該算是相對正確啦，因為我不是只問然後馬上拿出來講，我考核好多遍了。那現在缺的是把電穩定送到需求端那邊，就是自來水廠。那现在是水管那邊的問題什麼意思？就是台灣的電廠大概都蓋在中南部啦但是很吃電的都會區工業區北部也很多那電就變成要從南部千里迢迢這樣送上來，那中間要靠什麼？一堆變電所電塔才能送電過來，只要有任何一站卡住，北部就會停電。所以現在就是發電量應該都夠不夠我們也是活到現在對不對然後台積電也是這樣屢創佳績所以我們現在電應該要說是夠的，那只是我們現在是南電北送那正在讓北部開始出現一些問題狀況，這樣就是北部的競爭力會受到南部發電量的鉗制就對了。好，那再來你要知道吃電怪獸還沒正式出現呢現在出現了一個超強的吃電怪獸叫 AI 資料中心那 AI 資料中心對電力的要求異常的嚴苛那第一個要求是供應要穩定資料中心一開機就不要關機了而且那顯卡那種東西折舊它那麼貴，它已經貴到可以去算出每1分鐘的折舊了，因為你那一個資料中心好幾萬塊好，那就是不要讓它停嘛那你因為停電的關係一開機然後結果停電，那你就跳電，跳電的損失就是天文數字。來，第二個要求就是電要乾淨。你覺得很奇怪那電還有乾不乾淨乾淨是說ESG 等級的電，換句話說就是電要有身份證了。因為微軟Google 那個 OpenAI 大廠已經對全世界承諾說什麼碳中和，對不對那資料中心要用再生能源，所以他們要的電不只是綠電還要能夠追蹤能記錄每一度電怎麼來的，對環境造成多少碳排，然後你是怎麼把它平衡回來的，就是綠電要有身份證的電都要交得出證明。那例如說台積電想要接蘋果的單，但是蘋果就會要求台積電說你只能使用100%的綠電來做生產你无法提出你用綠電來生產的證明，那這張訂單就有問題。除了電以外還有水，再生水那再生水目前供應量最巨大的也是高雄高雄這邊。好，总之我先補充一下，蘋果也沒有那麼霸道了他現在台積電就說好我就沒有我看你要怎麼辦那蘋果沒有那麼霸道，他也沒說你現在馬上全部通通都改綠電，不然我就不買不會這樣。他開一個時間表，2030以前，也就是說電源這個東西的角色整個都不一樣。以前電是公共服務，對不對？那是政府的事跟自來水一樣，我插座就是要有電，好，我打開水龍頭就是要有水那現在電是变成什麼？是國力各國家產業競爭的條件了。你光有電還不夠呢，你的電網穩不穩？那你綠電的比例怎麼樣？你綠電有沒有逐年成長到2030的時候變成100%？某些特定的工業區，因為他們的客戶都是什麼蘋果然後微軟這種的超厲害的你沒有的話不是很麻煩嗎？我技術端訂單費盡千辛萬苦終於搶下來結果我現在生產出來的東西他沒有要跟我買因為我不達標，是不是很奇怪那最後你要知道變電所可能要翻身了我都講到電了嘛不免提一下我們大家最討厭的就是變電所跟高壓電塔
說有輻射嘛，那這兩種設備在你的心裡是什麼？就嫌惡設施啊，對不對？離我家越遠越好啊，嘿啊，嫌惡設施真的會去標出那個變電所然後高壓電塔這，可是同一個東西你換到產業端完全不一樣。你知道北部現在遇什麼狀況嗎？你看這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 ：AI 超吃電，桃園以北巨工用電500萬瓦，數據中心限制有解。那這個5MW我順便講一下，就是 W 就瓦嘛那 KW 我們比較常看到叫千瓦，然後 MW 叫100萬瓦了也有人念兆瓦。那今天這個北部巨工用電這個是500萬瓦增文申提2條件。那內容就是說，台電從前年開始就會擋掉桃園以北500萬瓦以上資料中心申請用電是這樣嘿，你要蓋，你有錢有地不行因為沒電那就是說，這個 AI 資料中心這種吃電怪獸不會出現在雙北了，就算你是 NVIDIA 也一樣。為什麼？因為北部一年用電缺口將近200億度，這個北部包含哪裡？竹科那這個都是靠變電所從中南部送電送上來的，然後現在已經快達到承載的極限了。那你要解套的話，只有一條路，蓋新的超高壓變電所，拉新的線路。好，問題來了，你要在北部蓋變電所，哇靠，嘿，你這個是要抗爭幾年啊？你也知道嘛，那所以問題就發生了。現在有沒有訂單？有，國際等級超大廠的訂單，有沒有機會？有，這是台灣的國運，看有沒有辦法去蓋這個變電所？沒辦法那北部把變電所擋在門外，大廠就被台電擋在門外啊！這也是為什麼一堆資料中心，結果後來說要落腳高雄的原因啊，不是因為他們那麼喜歡高雄而是說高雄就有嘛啊！你要電我有，我市區都有一個火力發電廠燒天然氣的不會排濃煙的，就在好市多旁邊，高蘭旁邊啊！你不是在高蘭，你有個超算中心你就用啊，對，很厲害所以接下來是怎樣？產業去哪裡？那就來這個對電力 OK， 第一個能夠 promise 的縣市，然後再來是能夠配合去把它改成綠電的這些縣市。我們現在看高雄啊，又有電又有再生水廠也好了，超巨大的投資那時候政府有那個手筆去做都做完了呢。好，那產業去哪裡？就業就會去哪裡嘛，買盤就會去哪裡嘛，就是這樣嘛。那所以變電所就。其實現在變電所沒那麼恐怖，你知道？就我們說幹完了變電，它現在變電所很多都藏在地下真的，你去查你查 Google Map 叫西甲變電所，你看不到電塔可是那個就是一個變電所那這樣是不是就對附近周遭的這個住宅就不算嫌惡設施了因為都跑地下，這樣也行時代在進步，這個變電所也在進步。總之就是現在哪個城市能夠爭取到這些國際大廠設廠，因為電力的關係它能夠處理的話，那它就會引來大量的就業的問題。你都不用招商，為什麼？因為只有你這邊能做。那高雄哇，突然它多年前的超前部署，如今迎來了台積電超前部署到那個再生水廠那當然中央也有幫忙哇，現在看起來都是高雄的牌非常厲害。講完啦，我整理一下，今天我講了台灣真正的電力問題，就不是說發電夠不夠，那是電的運輸這個地方穩不穩定，然後會需要新的線路，然後遇到民眾抗爭，就北部已經被拒之門外了這個東西在那個市政府裡面，在議會裡面去吵，這是有用嗎？就沒用啊！為什麼變電要怎麼？為什麼要拒絕這個大廠來設資料中心？沒電啊，所以我也不知道這種。講到電的事情，大家群情激憤，然後跟政治都交織在一起。總之，我今天跟你討論了北部的用電需求是高的結果長期以來都是依賴中南部在那邊送電結果現在 AI 中心你看它要穩定的大量的供電跟可以追蹤有身份證的綠電，哇，那北部對不對？好，結論就是說變電所這個東西它變成一個城市的競爭力了。它不會讓你家房價上漲，你家窗外直接看得到電塔，這應該是會扣分的項目吧？即使它藏在地下，那可能就是人家說變電所就不好，會有輻射之類的。可是你就只有提供這些變電所、這些高壓線路，那資料中心才會來呀，資料中心來，就業人口才會來呀，對不對？未來的買盤才存在啊，所以這東西要怎麼看？還是又回到那個台灣最鄉願的，就是說用愛發電，我不要核能我也不要綠能，避案一堆
哦，好好的水庫都鋪那個，好好魚塭都蓋太陽能板。現在你要變電所蓋在我家門口，我也不要。可是我要資料中心，在最後我想問你，你會把供電穩不穩定列入看房的條件嗎？A 會，我現在沒有電就沒辦法活。B 不會，只看地段。C 我只想知道我家電費什麼時候會變便宜。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兩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講八卦。我那個問題最後再問的是一般住宅的停電那停電的話，你去找你台電賬單台電賬單他媽多少年都是藍色開頭，所以硬要改綠色。好，那個就呼應綠電我沒別的意思。好，那這個台電賬單它有那個供電分區你看你是不是 H H 的話幾乎都沒事，因為 H 表示你這附近有重要的醫療設施或是政府機關。如果是停電，它是最後一個，就是這樣。那我是沒有再看到有哪個房仲特別把這間中古屋怎麼樣它的供電分區是 H 超厲害沒看到它是這樣。反正台灣現在也很少會停電了。台灣現在的停電要麼就是松鼠嘛要麼就是蛇啊要麼就是鳥啊，快湊齊12生肖，我也不是很懂。好，總之就講八卦綠電綠電我也是小做了一下功課。你覺得嘞？綠電這個東西嘞我個人認為台灣就是2種電電還有分還有2種。第一種就是反正就台電給你的，你插下去就有冷氣就可以吹然後手機就可以充電。好，那第二種電就是有身份證的電，還有出生證明ESG 有碳排碳平衡等等的電。好，為什麼？因為要國際客戶認可。其實這裡又有一個問題，這個碳中和是誰提的？然後 ESG 是誰提的？那歐盟那邊嘛。結果現在美國也不太鳥的可是我們如果要歐美地區的訂單，還是要想辦法去符合就對了，因為美國認為說這個會限制我的競爭力。好，那台灣現在生產出有身份證的電能力目前還是在起步階段，我們不能講很差那還在起步階段。那國際企業來台灣才會比較 OK 啊。這些國際企業國際大廠已經不是說電夠不夠而已，還在那邊跟你要這電的身份證，還要你那邊碳權交易，然後怎樣有結果那個碳權交易也放在高雄也在高軟，帥吧？這個滿手好牌都給高雄打。好，來蘋果的2030計劃要求整個供應鏈持續降低碳排。那蘋果自己公布的資料顯示，就是2025年供應商潔淨能源計劃就有陸續成長，反正就是他要求有用，那大家就必須配合。所以綠色電力這東西已經不是變成說只有環保團體在關心的東西，它現在居然變成國際訂單的門票。你今天台灣的工廠很厲害很爆肝，那產品做出來很便宜，但是你沒有綠電證明怎麼辦？訂單還是不會下給你。這也是我判斷說，雖然一講到綠電，這個全國上下民情激憤，哎呀權貴，哎呀這個弊案，哎呀有的沒的，哎呀哪個市長收了多少錢，什麼什麼都在罵這個東西。有個網紅叫超認真少年嘛，他不是有拍一集綠電嘛，去看漁翁或什麼，你去看他留言區，全部都在罵不是罵超認真，都在罵政府，就是這樣。可是綠電這個東西，你這樣聽我講完，這是國際大廠的訂單的門票，綠電這種東西，我就說它只能繼續做下去，只能嘛，對嘛？就跟房價看起來就是
長期來看就是會往上漲，然後你就要一直喊說，哎呀，這個房價漲，然後你就是不買，你就要一輩子，你何苦嘞？這綠電既然是會繼續往下走的，那我們就看看我們有沒有什麼可以從中獲取自己利益的方式。不是說我們也要去搞幣安或者是什麼，而是說，哎，那我的生意是不是可以陸陸續續往這邊靠攏？哎，綠電只能繼續發展，你知道，因為我們要留住半導體啊，台積電還想要繼續蓋廠啊，哎呀，那你現在電就怕有問題啊，這也不是台積電在講而已，黃仁勳在 Computex 他也講到台灣電力的，就是很委婉的這樣子說呢，對不對？那你想要接到蘋果、Google、微軟的生意資料中心你就必須準備他們才會採購的電力啊，就是這樣。講到這邊，綠電又在那邊圖利廠商，這有沒有道理？不只有道理，還有很多的證據但是，難道我們就不做了嗎？就是防弊應該要重於心力嗎？我不是說做弊案這件事情是可以被容忍還是什麼，而是說就會嘛。這個小到一個小學班級立下班規，說不可以幹嘛，上課不可以偷吃東西，不可以偷喝，還不是有人偷吃啊？所以你要幹嘛？你要把他抓起來，然後就退學，就槍斃嗎？不然怎麼辦？但是這個班規可以讓這個班級怎樣？一個學期、2個學期下來整體變好，那就好了嘛，就只能这樣嘛。就破破爛爛、缝缝補補的前進嘛，不然怎麼辦？所以這個防弊這邊現在我跟你說，真的不用太擔心。為什麼？因為在野黨盯得比你還緊。你可能你的利益受到侵害是一回事，可是在野黨他巴不得就出現弊案，可以讓他大打特打，你知道？所以現在你要說直接去幹違法的事情很難啊，真的是很難啊。綠電會不會繼續下去？會那綠電我們講台灣就2種第一個叫風力水力也是啦但是水力我們沒有繼續蓋新的大型的水庫只有一個什麼珍珠項鏈計劃，是不是？好，那我們台灣沒有繼續蓋這些大規模的水力的設施我們綠電大概就是風電風電那也是超級刺激、超級精彩的好，風電跟太陽能好，可是太陽能有一個很現實的缺點，就晚上沒有太陽啊。好，那經濟部最新的電力報告也承認什麼？就是說台灣白天的太陽光電功能增加以後，光電的壓力會往晚上移動。就白天你電很多啊，可是晚上大家才會回到自己家裡去開冷氣嘛。那 AI 資料中心它不會停的24小時都要結果太陽能下班就會變成這樣這時候還是要靠傳統的就是燃氣機組那儲能水力把晚上的缺口補起來。所以我個人認為說，台灣看要不要去，除了這個就新開副本嘛，你現在風力被罵你現在太陽能被罵，可是不得不做，你看不要開一個新的副本，看起來比較不會被罵的。我查到資料跟我講地熱發電我好像以前也聽過地熱發電。那地熱發電的最大優點就是可以一天24小時都在運轉，晚上也在發電。那台風也沒差，它也在發電。經濟部能源署還有特別跑去加拿大討論說地熱發電技術地熱發電技術也有它的問題，就是鑽井你的探勘作業要做得很好你鑽下去很貴嘛那如果鑽下去沒有足夠的熱源就 GG。短時間之內都沒有辦法取代說現在已經用的很成熟的燃煤就是燒煤的，就火力發電廠或天然氣。但是綠電是這樣，我個人認為不是說要完全平衡掉，你知道，只要實現一整套電力的系統，比方說我們白天有太陽能那因為還有那個24小時不間斷的海上風力、離岸風電晚上有儲能的裝置開始在送白天多發出來的電那個還有24小時不停的地熱嘛地熱慢慢補這樣這樣子整個我們台灣的電就比較安全嘛不然你看我們燒的煤燒的油燒的天然氣不是走海運進來的嗎？那要是這個航道上有一些什麼問題，對不對？霍爾木茲海峽因為修整都會有一些狀況我們台灣海峽不會嘛我沒有要講政治我只是講說你就看得到了，一個海峽就是各方勢力會在那邊下棋，很麻煩所以台灣本來就發展這個，我不用靠船只進口，我也有辦法發電的東西，本來就是正常的，只是弊案太多了，變成人民不買單。那人民不買單是一回事你站在政府的立場只能繼續走下去不然怎麼辦？你民間企業你要國際等級的訂單怎麼不好我要 support 我就要繼續發展，就我把這些案子發包說又是弊案，他也覺得很煩這樣
啊，不知道啦，總之就是電力要大量，電力要穩定哦，而且電力現在最好要有身份證。地熱我們台灣應該是沒問題，那個陽明山什麼的小油坑不是平常沒事也在冒煙的嗎？哦，那個熱度應該都有足夠吧？那就看啦，我還是希望說台灣，你既然要科技之島，那自命為科技之島，你就不要綁手綁腳，我們撒開來做，對不對？該怎麼做就去怎麼做，然後變成一個啊，以前我們是棋子，現在我們是世界的棋手，這比較 OK 吧？好，那這個事情對台灣的房地產有什麼幫助？產業啊，產業會帶動工作人口啊，工作人口會帶來租屋跟購屋的需求啊，对啊。所以換句話說，如果你的自產的時間拉得很長的話，像我一樣哦，我還沒40，可是就是在準備老了哦，70、80以後的東西慢慢準備嘛。好，那如果眼光可以放到這種尺度的話，那就是看哪個城市的競爭力，對不对？啊，我現在看起來，以2026的眼光看起來，高雄啊，再生水也有哦，綠電也有啊，發電也有啊，什麼都有啊，超算中心也放在高雄了，高軟了，現在已經放了哦，就在鴻海大樓的旁邊，已經放不止1年了。哇，高雄看起來真是滿手好牌。其實它放南科可以，你知道嗎？啊，台南科學園區放超算中心，這怎麼樣聽起來都非常的合理啊，就放在高雄。高雄亞洲新灣區，亞洲新灣區不是工業區呢？亞洲新灣旁邊那個高軟旁邊好市多呢，就是個居民生活上下班的地方，很奇怪。但是高雄現在看起來這是滿手好牌啊。所以我來高雄，目前沒有看到後悔的跡象，這樣啊。